大家好，我是喵王。去年7月3日，有人在深圳南山莅林公园放生了50多只宠物鸟，引起鸟圈不小轰动，不少媒体争相报道。我也出了一期视频，科普随意放生与杀生无异。没想到时隔1年多，就在10月31日，又有人在成都龙泉驿区域放生了上百只以虎皮鹦鹉、珍珠鸟为主的宠物鸟。爱鸟人士和志愿者们连夜搜救，凌晨12点依旧奋斗在第一线。最后，山上工作人员考虑到安全问题，将志愿者们劝下了山。今早志愿者再度前往放生地点搜救时，发现大部分小鸟已被冻死。由于距离较远，我也只能在线上发布相关信息，给事件增加一点热度，让更多人关注到此事。希望附近的爱鸟人士看到，可以帮忙出一份力。此次放生事件较之去年更加恶劣，一是放生时间在秋末冬初，气候寒冷，小鸟死亡率大增；二是放生数量更多，至少有上百只鸟，增加救助工作难度；三是有前车之鉴，依旧置若罔闻，导其负责。究其原因，主要是鸟类作为宠物的圈子太小，影响力不足，相关立法宣传及实践不到位。很多放生人士只顾自己放着高兴，不管动物死活，甚至不知自己已经触犯法律。为什么说随意放生等同于杀生？去年已经说过，在此不再赘述。这次我们来谈谈我国与放生相关的法律规定。野保法第38条规定，放生应选择适合被放生动物生存的环境，且被放生动物应为本地物种，并不得干扰当地居民正常生产生活，避免对生态系统造成危害。造成损害的，应承担法律责任。虎皮鹦鹉原产自澳大利亚内陆，珍珠鸟原产自澳大利亚东部及印尼东部，二者均属于适应热带气候的外来物种。若是存活，珍珠鸟、文鸟可与本地雀类杂交，造成本地物种基因库污染；若是死亡，失衡变异引来蚊虫、细菌，传播疾病，造成现场环境污染。对现场环境的修复以及志愿者出钱出力的救助，都是放生行为导致的财产损失，理应由放生者进行赔偿。野保实施条例第22条规定，放生外来引进防御物种，需向省级林业部门申请，由省级以上林业部门指定科研机构进行认证后，再报国务院林业部门或其授权单位批准，才允许放生。未经上述流程擅自放生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补回，或采取其他补救措施。第41条规定，放生者被责令限期补回或恢复原状而不能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费用由放生者承担。此次放生行为大概率是擅自行动，然而并无相关部门对放生者进行约束，救助行动也由爱鸟人士与志愿者自发完成，这是相关部门的失责，本应由放生者承担的费用，也因无相关法律规定而只能由救助人员自行承担。生物安全法第81条第2款规定，擅自放生者，由县级以上相关部门责令限期补回，处罚款1到5万元。相关法律对被放生动物的要求、放生的申报审批流程、擅自放生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均有明确规定，但因普法程度及实践力度不足，使相关法律形同虚设，导致放生成为一种除了购入费用外基本零成本的行为。放生者得到了心安和快乐，被放生的小鸟却为此失去生命，小鸟的命也是命，请放生者积点德吧。我国相关法律也许并不完善，实施过程也磕磕绊绊，但就在今年2月3日，全国首例非法投放外来物种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在南京市环境资源法庭公开宣判，擅自放生入侵物种鱼类，损害长淡湖渔业资源的徐女士，前后总共赔偿14.8万元。这是一个好的开端，只有放生者受到了实际惩罚，才能更好约束放生行为。同时在此呼吁人们，看到放生乱象，请立刻举报，为救助被放生动物、保护本地生物资源付诸行动。最后，希望成都龙泉驿区域附近的热心群众看到这里，能为救助行动出一份力，也感谢出钱出力对小鸟进行救助的每一个好心人。